日，没有所思；夜，却时常有所梦。来听听张国松细说正确的解梦大全。是非篇：梦境真伪的由来。本篇内容，这是说破人类会做梦的根源，以及梦的惊险内幕。此类得知的过程，这是我亲身灵魂出窍，具有考天下民间万物躯体的辐射值。此辐射值，就是每个人都会自然产生做梦的物质。重点，人类最危险的死角，就是被梦境诱骗，掉入陷阱而不自知。内幕所隐藏的危机，我所经历的真相，来提供给大家了然玄机。人体做梦的产生，梦产生的真相，就从整个人体的构造来解剖，以简单的素描图示，分步解析。图示一，此画面中的流线波，这是人类躯体内辐射的电磁波，为发射与接收的敏感光器。提示：此物也称是人类心脏跳动的气流。这是每个人都会做梦的唯一根源，也就是每个人在睡眠中都会发生流线波出游，而产生做梦。流线波的功能用途：一，它是人在活动时所接触的事物好坏为敏感的警觉器。二，它是人在睡眠平息的时刻为补充电磁力的流压表，即睡眠饱足，自然会清醒。三，它是人在做梦的景象画面，为放射吸收的辐射线。图示二，此画面中的心灵磁流魂体，这是活着的人为日常所吸藏的是非档案池，也是人一生修行的记忆处。提示：这心灵磁流魂体是等人寿终回界报道时唯一必交的考卷，好坏自然显示得一清二楚的根源。心灵磁流魂体的功能用途：一，它是带动人体的元气，为发育的元素。二，它是带动人体的气力，为强弱的爆发力。三，它是使人的智慧与智商成长，为好坏的高低气势。图示三，此画面中的荧幕显示镜，这是活着的人为日常修行处事所关遇的好坏事物，其也是智商的分辨感光器。提示：此物也称是人的眼睛，这是人呈现意识为时常浮醒在思考的印象画面处。荧幕显示镜的功能用途：一，它是人体在活动时为视觉的引导器。二，它是人的头颅内之智慧灵根者，唯一保障安全的守护镜。三，它是人在做梦时所显现吸收之景物，为荧幕动态的显示镜。图示四，此画面中的后脑，这是人类的智慧灵根者，也是下凡投胎出生人类的本命星。他投胎的目的是要拯修天下民间当工作的修考者，也是有任期的身份。提示：此智慧灵根者是在操控人躯体的主宰者，他也是被人体内的后脑处为大阪经的细胞膜缠连绑住，要等任期的岁数字阶段年满，才可脱离躯体。真相，它是要缠年带着任期的考卷，心灵磁流魂体记忆档案，回界时往阴府大本营报道。所以，这位智慧灵根者也是如同被关入监牢内的工作修考者。此状，他在人的头颅内之工作修考法，其实他只是靠着荧幕动态的显示镜眼睛，在分辨外界的是非之景，然后传达指令，透过人体的神经系统，在操控躯体的行动而已。重点，这位智慧灵根者，他在人类头颅内修考的目的，只是要修成灵根体，能成长结晶。如何才能成长呢？
它也是必靠人体的日常修行动态，接受人事物的好坏考验，才能逐步的坚硬成长。所以，它在后脑内操控人体之用意，就是要能够控制体内所修养的磁场，必须安稳达到平衡，才能顺畅的成长结晶。问题，它若是操控不佳，会变成整个人体的磁场不稳，如情绪不稳定、移东移西等现象，而磁流直气乱闯，必定会时常烫伤智慧灵根体，造成智慧萎缩。活人灵魂出窍的情形。前篇，人体做梦的产生，这是我亲身灵魂出窍所见人体构造与做梦的根源。就此顺带说明真正的灵魂出窍。图示5，这是人类头颅内智慧灵根者出窍的形象。它为何会脱离人的躯体呢？其实，它不可能会无缘无故的出窍，除非是人真的死亡，才会被它脱离而出窍。此情况，就是人的躯体所有神经系统必定要完全停止活动，而等全身冷却时，才会让后脑大板筋的细胞膜松绑。这时，智慧灵根者就能自然不痛不痒的顺着心灵磁流魂体喷流而出。重点，尤其这种人的智慧灵根者，一旦被他脱离而出窍，那人绝对死亡。也可说，当事人不可能再复活。原因，就是必定会马上被自驱的灵兵天将羁押去阴府大本营的审判处。所以民间有些人说他死亡又复活，而在怪力乱神的宣扬，这确实是在骗人的。图示6，这是人类心灵磁流魂体出游的形象。它是人类在做梦或死亡者的影子，它也是人的记忆力档案体。但是，它为何会脱离人的躯体呢？其实，它很容易就可脱离躯体而出游的事。这是每个身体虚弱的人，他就会有时突然自己的心灵磁流魂体出游，而且还能看到自己的躯体及民间的人事物之景。或许也去接触到民间阴处一些在度畜生的灵魂者。不过，这种属于魂体出游的人，他绝对不可能会去云游阴府的事物，也不可能会看到阴府有些灵兵天将在民间阳处所执行的事物，因为他只是心灵磁流魂体出游而已，根本没有智慧灵根者随同。此问题就是出在这位智慧灵根者，他本质含有钻石的磁流光质为辐射体，这是和阴府所有灵兵天将的灵体是同质类，而才能和他们接触交谈的事。因此，民间有些修道者或濒临死亡又复活的人，说他们有去云游阴府的事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最顶多只是他们的心灵磁流魂体出游时，就被民间阴处一些在度畜生的灵魂者牵引去连接在他们灵魂者的心灵磁流魂体为他们生前所记载的是非档案之处，而让他们玩耍磁流电磁波的牵引景物而已。总之，若自称是灵魂出窍者，却在怪力乱神的宣扬神、天堂等等言论，其实这不是灵魂出窍，只是身体虚弱的心灵磁流魂体出游，确实只是做梦，却把梦当真，在瞎掰的胡言乱语。图示7，这是人类智慧灵根者与心灵磁流魂体而两体析缠的形象。它就是正确死亡者和灵魂出窍者的影子，而且它能离地变化成形，由天地气流之空间漂浮而行。顺带表明，真正的灵魂出窍绝对不是民间讹传的可以在空中飞翔，包括死后的灵魂也是同样情形，只是离地约3寸高的漂浮行走。那些宣称自以为是的灵魂出窍者，
还形容自己能四处飞行，确实只是魂体出游，为心灵磁流魂体辐射的电磁波流泻出去而已，属于做梦的一种。此道提示，这种活着就能灵魂出窍的人，其实这种人在天下民间能生存并不多，最顶多全世界也只能出现5个人而已。因为天下万物的主宰单位就是阴府，这是和阴府大本营所有执行处有关联。此事依照我亲身灵魂出窍，去有考这种活着就能灵魂出窍的人而所知的真相。此类确实，在天下5大地形的各自大地形，必定会产生一位民间的灵魂出窍者。这是阴府大本营所有执行处所栽培安排的，目的就是要让他能亲身灵魂出窍，去有考天地5界的阴阳灵异之事物，然后把全部人类生死的来龙去脉之真相写出来，让民间人类能得知人活在民间应当工作修行的意义。用意就是要给予民间所有工作的人能够有愉快的修考法。但是各自大地形的灵魂出窍者是要在民间执行写出人类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揭露生死内幕的书籍，必定要遵守灵界法规，以任务职责来执行。重点，若这种灵魂出窍的人把所得知的事物反倒隐埋真相，而把它运用在民间，当作敛财的处事，此为触犯阴阳灵界法规所定的戒律。当他灵魂出窍时，必定会马上被临兵天将羁押去关入阴府大本营的监牢处。这也等于他的躯体没有灵魂，在民间是死亡者。所以民间有些人说他们是灵魂出窍者，而时常又是没有来龙去脉的传法。确实，这类是专门搞怪力乱神，在敛财的人。点醒，前文所述，可知一般人绝对不可能活着灵魂出窍。民间那些宣称自己会灵魂出窍、有分身术的人，确实是唬骗大众、借以敛财的骗徒。尤其此类不轨的处事者，大部分都是与阴界倒流，才能产生通灵、幻象的情形。所以许多标榜教授、打坐、静禅、灵修、接触守护灵等等噱头的心灵课程，还宣称净化心灵、舒压、释放负面能量，都是以灵魂出窍的名义，实为与阴界邪灵倒流的恐怖陷阱。学员个个成为出卖自己磁流的肥羊，任由阴界邪灵吸取，甚至被附身利用。有打坐到会不自主摇晃身躯的情状，就是初步被附身的情形。到后来必定躯体得病，如癌症、肿瘤、精神疾病。此真相，经历者可自行印证。解开梦的真相。前述图示就是人体构造所产生出的做梦根源。人类时常在梦里接触到很多不一的景物，真相就是出在人体内辐射的电磁波，这也是阴阳的辐射线，皆属同类电磁波的流体值，才会产生集体的流动梦。在此解析何谓阴阳集体的流动梦。一、阳世间所有人事物的集体之梦。这是各个不一的人事物为何互相不认识，而会浮现在个人的梦境内呢？原因就在每个人体内辐射的电磁波都是同类流动的辐射线，即前述图示的流线波。此流线波在人体疲劳、睡眠平息的时刻，也就是人体的神经放松时，就会顺着鼻腔的气息流动放射体外，自然到处接触，而吸收外界人事物的不同频道，产入人体内的心灵磁流魂体。所以，等人要睡醒时，那头颅内的智慧灵根者，
就会看荧幕动态的显示镜，眼睛。此为记忆力智商，产生浮醒在思考、回忆印象的画面。这就是民间社会所有人事物的集体之梦。重点，此况只要是宇宙造化的人事物，必定多少都有辐射值。但是，必定要有灵活的带动体，才能彼此的辐射线交接在一起，这就是辐射的流动性。再说，偶尔会梦到认识的人，这是曾经有接触过，而自然把对方的印象吸藏在心灵磁流魂体，为记忆力的是非档案池。这种情形，也就是忙碌的人，才造成人体内辐射的电磁波紧缩，而不容易放射流失。就是本身的辐射线，只能在躯体内绕转，日常所吸藏的是非档案池，且变成了本身的智慧灵根者，在睡醒时所看的是重复曾经所接触的人事物，让荧幕动态的显示镜浮醒在思考的印象。此画面中的处境，只不过是集体重叠、反复变化、拼拼凑凑的泡影。其实，这是本身记忆档案重复播放的梦而已。2. 亡者的生活起居之梦。这是活着的人有时梦到死掉的亲朋好友，甚至梦到其在阴间的生活处境之梦。其实，这是阴界邪灵在诱骗人类的陷阱。重点，在阴界，正派的灵魂跟者绝对不敢接触人类，包含次梦，也是触犯灵界法规，是会遭受投胎畜生类重修的处分。只有阴界邪灵，俗称的魔神仔，才会罔顾灵界法规，赐梦给人类。尤其阴界邪灵会以人类心灵磁流魂体记忆档案中的资料，去变化当事人最在意的亲友形象，以诱骗人类，误以为是亡者的鬼魂入梦，进而想探知究竟。于是，求助各类通灵问世，求神问卜，正是中了跟阴界倒流的圈套。注意，此点奉劝所有人类，千万要记住，不管梦见死去的亲友，在真实玄奇，确实不必理会、探讨，以免中了阴界邪灵利用的诡计。再说，为什么阳世间的人会梦到死亡者他们生活起居，还相似民间的景物呢？真相，这是人的体质有衰弱时，才会在睡眠平息的时刻，而产生人体内辐射的电磁波流动放射体外，去交接到阴界邪灵，俗称的魔神仔，为不遵守灵界法规的灵根者，也就是接触到魔神仔的心灵磁流魂体，为他生前所记载的是非档案。其实，就是看到阴鬼生前所接触的处境之事，确实是被阴鬼玩弄。所以，人类若是把梦当真，喜欢去探讨梦境的人，确实是游走跟阴界倒流的险境。顺带一提，人们常会梦到死掉的亲友，表示冷、饿，或要求提供物质等等梦境。这确实是阴界邪灵误导人类的骗术。其实，本人亲身灵魂出窍，所见人类死亡后的灵魂根体，若是一旦进入阴府，真正的生活实况揭露如下： 1. 阴府是不用民间的房屋来居住，他们是靠着水银晶体的隔空构造当屋。2. 也不用穿民间的衣服，他们有自己的心灵磁流魂体，这是进入阴府时，自然接触进磁场的气压，而把自己的魂体结冻，当随身所穿的软皮衣。3. 日常的食物，他们是靠吸收太阳所产生的磁流质气，再充补魂体的电磁力而已。把梦当真的人，为死期边缘，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跟阴界倒流的人，确实处于
随时可被阴界邪灵抓交替的险境，等同在死期边缘。注二：首先，将做梦的三大类阶段程式、内幕玄机、说明分析让读者了解。一、产生潜意识之梦，这是人躯体内心灵磁流魂体的电磁波，在人睡眠平息的时刻，就会放射体外，自然到处乱接触，吸收人事物的景象。这种梦，等人睡醒时，就会模糊不清，也就是当电磁波放射时，为薄弱性质，才会扭曲成波浪形状，而使人睡醒，就轻易忘了所做的梦。再解析电磁波放射吸收的程式，就是人在睡着时，电磁波顺着鼻腔的气息放射体外，接触到其他人事物的辐射值，再吸收转回来，进入人体内的心灵磁流魂体。等人要睡醒时，智慧灵根者就会观看这些景象画面，而这些画面的显现处，就是所称荧幕显示镜，人的眼睛。这就是产生梦境的过程。这种潜意识之梦，是人类经常发生的正常事，除非日常忙碌的人，才很少做梦。因为忙碌的人，心灵磁流魂体会紧缩，不容易放射流失。这是好现象，可以避免招惹不必要的精神错乱。有些人会被梦境搞得疑东疑西，心神安定，人体才不容易生病。二、产生深意识之梦，这是人的体质强健，体内的心灵磁流魂体所放射出的为强烈性的电磁波。这是有饱和的电磁波，且为弹力性质。此类心灵磁流魂体，平时是不可能轻易外泄，与外界随便触景，也是人类的智慧灵根者唯一能成长结晶最佳的磁流值。但相对的，也是阴界邪灵最觊觎、想吸取的资源力。如果此类电磁波一旦放射体外，接触人事物的景象，等人睡醒时，必定梦境会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这种强烈性的电磁波是直接放射传达，为单纯触景之事物，所以吸收转回入人体时，梦境记得特别清楚。注意，此类梦境必定会有很多阴界邪灵想来干扰。为何会招惹这类阴界邪灵的干扰呢？就是民间人类，每个人心态各有欲求，才会给邪灵趁机干扰的机会。切记，人在民间虽有各种欲望，求财、求爱情、求健康等等，但要靠自己努力实践所求，绝对不要寄求无形神助，才不会让阴界邪灵有机可乘。点醒，这类梦境，不论是真假或善恶，确实很惊险。阴界邪灵的磁流魂体是和阳间人类的强烈性电磁波相同。如果阴界邪灵能缠黏到人类的磁流魂体，泄露被他们吸收，是他们最大的资源力。所以，人类做这种深意识之梦，有时要睡醒时，必须得靠外来的叫动声，才会困扰的清醒。此因就是被阴界邪灵的磁流魂体吸缠，造成不容易睡醒起身的情形。三、产生阴灵之梦，这类是人在半睡半醒或精神恍惚时，在日夜行动才会遇碰阴灵的影子，就是看到鬼。原因，这是人体疲劳过度时，造成元气、心灵磁流魂体不足且虚弱，把体内的电磁波轻易泄露于体外，而吸引阴界灵魂者靠近，才会看到他们的魂影。此段首先提示，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有具备阴阳眼，都能接触到阴界灵魂者之处，绝非民间人类所讹传，说要靠修道
才能造成阴阳眼。真相，只要是身体虚弱的人或幼童，就很容易看到鬼。原因在于人类自身心灵磁流魂体的磁流质电磁力容量，是差距阴界灵魂者120的电磁力，也就是他们的电磁力是高于人类的1倍。阴阳两体磁流值的高低，就此分布说明。1. 阴界灵魂者，指人类死亡后，智慧灵根者脱离躯体，成为在阴界合法停留的工作者、度畜生者。注3。此类阴灵体的磁流值容量高达240的电磁力，因为它们本体只有灵魂气体，不必带动躯体消耗电磁力，所以它们一天24小时不必休息，就能漂浮行动。2. 民间活着的人本身的磁流值容量是120的电磁力，这是人类一天12小时劳累活动力的资源。因为人类有躯体在日夜行动而劳累消耗电磁力，所以人类必定要靠睡觉来补充电磁力，才能不累地再度而行。注意，若民间人类想要见阴界灵魂者，先要了解他们的出现处，必定要单独一个人才能直接触碰。原因就是前文所提的阴阳两体都是以电磁力的磁流为根源。如果民间人类接触到阴界灵魂者时，必定会躯体触电，不能动弹。这就是120的电磁力去接触240的电磁力，才遭到被缠黏的因素。但是这种情况下，若是不给他缠黏的人，必须在有感觉电磁波快接触阴界灵魂者时，就要时时刻刻用闭气法去预碰，就能见到真相。此闭气法就是人类对灵异之物的隔电法。提醒：尤其民间的人类有伴随2人以上，想要接触阴界灵魂者是很难遇碰相见。原因，这也算是结合磁流值电磁力的容量超过阴界灵魂者的电磁力，必定会惊吓他们，因此离去躲藏。若阴界灵魂者不离去躲藏，并直接触碰时，那他们的魂体会被击破而毁散电磁力，就会消失落地，沦落去投胎植物。只有阴界邪灵，俗称的魔神仔，才会有不离去躲藏之事，这类绝非正派的好鬼。通常，阴界灵魂者闪避不了时，他们也不敢让人类去碰触到，那是严重违反阴阳灵界法规的罪行。因此，他们必定会使用漂浮离地的隔电方式，不让人类有太大的察觉，最顶多是有轻微的静电触电感。重点，这也是阴鬼怕人类，人类也怕阴鬼会触电的局面。特别说明，前述的阴界灵魂者是指正派手法的好鬼，他们是绝对不敢让人类感应，更不可能主动接触人类，也不会有显灵现身的行为。至于躲藏不了而反击附身人类之事，更不可能发生，因为这是严重违反阴阳灵界法规的罪行，会导致此灵魂者得去投胎鱼虾水族或畜生的下场。且以他们240的电磁力，若附身到人类身上，此人类必定会死亡，这是蓄意毁坏人类躯体的罪行。惊险！不守法的阴界邪灵，在阴界中会让人类感应接触显灵现身的灵魂者，必定是阴界邪灵，俗称的魔神仔。此类是不遵守阴阳灵界法规的逃犯灵魂，因此他们确实会利用人类的躯体，且真正有危害人类之处。一般人类常声称见到的鬼魂，绝对是这类阴界邪灵，俗称的魔神仔。他们会以变化外形的方式现身，例如
变换为亡故的人类亲友或人类膜拜的神像外观。即使是菩萨、妈祖，也都是这种阴界邪灵，俗称的魔神仔所搞出来的神号。此类阴界邪灵，俗称的魔神仔，若突然遇碰人类而躲藏不了时，那他们必定会反击冲上，附身在人类的躯体，也同样算是电磁力的结合体，容量度高达260的电磁力。此类阴界邪灵的电磁力只有140左右，被附身的人必定会无时无刻的挣扎，且力大无比的情况。此情况，这也是相同于民间乩童在起驾的神力由来。所以，这种真相不是神威，而是介入电磁力再加强力量，才使乩童有力大无比的耍把戏之景。尤其民间这种属于被邪灵附身的乩童，这类来附身人类的灵体，全都是水界的动物桃灵，其行动所使用的灵力不能太久，否则电磁力消耗过量，等附身的邪灵要脱身离开时，必定会连乩童本身的磁流值全部缠黏带走，而造成乩童在短期内忽然心胸缺氧，暴病死亡。这也是通常当乩童的人突然暴毙的主因。所以，民间这类乩童的神威也只不过是一时而已。邪灵每次附身的时间不能太久，若被附身的办事者所用的时间很长，那绝对是自己假借神威，在演戏胡言，让信徒信以为真。这也可说是要吃酒就会当医生的原理。这类乩童是假装起乩，这也是有些乩童没有命短、暴毙的真正原因。本人在此点醒，真正的灵界执行者、正派的好鬼，他们绝对不会附身与触碰民间人类的躯体。这种行为必定是触犯灵界法规所定的戒律。若违反者，那被灵兵天将抓到，绝无选择，立即直接打落投胎鱼虾水族或畜生去重修。所以，民间被附身的人，宣称所有各种神奇名号来附身，其实都是阴界邪灵在附身或显灵。不管什么神，都是俗称的魔神仔所编的谎言。前文所提之注解说明，将在下期影片继续解说。欢迎持续关注、订阅并按赞我们的频道。人间小路，下期见。